这是一张来自公元2026年的通行证。在当时，如果不把这个塑料片贴在闸机上发出滴哩一声，一个成年人类就会被判定为缺勤或者是旷工，从而失去一天生存所需的口粮。今天我们来聊聊3000年前最匪夷所思的社会活动——上班。用3000年后的视角解读世界，我是老鬼，欢迎来到银河档案。在现在的历史书里，21世纪20年代被称之为碳基算力农场时期。在那个时间点，硅基 AI 还没有完全接管生产，但是数据处理的需求已经接近爆点。怎么办呢？当时的人类想到了一个极其原始的办法，用人脑去冒充电脑，就是把一堆碳基人类固定在一个小小的工作台上，盯着一张张的 Excel 表，用肉眼去对比数据，用手指敲击键盘进行修改和完善。在当时的人类眼中，这就是体面的白领工作。但在我们看来呢，他们本质上是一颗颗低效的、需要睡眠和咖啡因才能维持的生物 CPU。他们所谓的996加班，本质上是因为算力不足，只能靠堆时长才能解决问题。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过渡期红利。资本在榨干了人类最后一点生物算力后，直接用最便宜的 AI 彻底取代了他们。这还不是最荒谬的。如果是为了生产粮食或者建造飞船，这种辛苦尚可理解。但考古数据显示，在2026年，超过40%的人类工作被当时的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定义为狗屁工作。格雷伯把这些工作分为以下几类：第一个是随从，比如说专门给人按电梯的电梯员，只为了衬托老板地位的行政助理，他们存在的意义简单的可怜，很多时候只是他们自己才觉得自己很重要。第二类是打手，比如说电话推销员、公关水军。我们站在现在的视角来看，当时如果没有人做这个工作，那么世界就会清静很多。但因为对手在做，所有人都被迫在做，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内耗。第三类是交代工，比如负责修补烂代码的程序员，原本的系统设计就是一坨垃圾，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反而每天雇很多的人去手动修补 bug。第四类填表人，也就是专门做 PPT 写月报的人，工作的产出就是一堆没有人会重视的报告，唯一的价值就是证明他们在工作。凯恩斯在1930年预言，随着科技进步，到2030年，人类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。在2026年，实现这一项预言的技术其实已经达标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忙得像陀螺一样呢？因为忙碌本身变成了一种控制习惯。如果不把他们困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里耗尽精力，他们这群拥有危险创造力的灵长类动物，很可能会在街头思考出一些对统治阶级不利的哲学问题。I tell you, friends, this is war, a war that is soon to turn. 如果说没有意义还能接受，那么没有回报就是压垮那堆骆驼最后的一根稻草。请看这张被称为大脱钩的图表。从1984年到1979年，人类的生产率和薪酬是同步增长的。但是在1979年之后，这两条线分道扬镳了，生产率一路飙升，因为电脑和互联网普及，但薪酬这一条线几乎是平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1980年到2026年，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红利几乎全被顶层拿走了。基础工作者们虽然用上了最快的电脑、更强的软件，工作效率提升了100倍，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少干活，反而因为效率提升，被要求干更多的活，拿一样的钱。这就是当时年轻人流行的口头禅“摸鱼”的各种社会学成因。现在来看，摸鱼不是懒惰，它是人类面对不公分配的时候一种本能的微弱的罢工。既然工资买断不了我的产出，那我就降低我的算力输出，这非常符合能量守恒定律。既然这么痛苦，为什么当时的古人类不反抗呢？或者为什么说不逃离呢？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位当时的哲学家韩炳哲的诊断。韩炳哲认为，21世纪的社会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进化成了公祭社会。用白话解释，也就是从前是老板逼着你干，现在是你自己逼着自己干。底层工作者们被植入了一套 ESVCAN 的病毒代码。OKR、KPI、360度环评这些管理工具的高明之处在于，它把外部的压力变成了一个个体内部的自我实现焦虑。一个人不再是奴隶，他变成了创业者，哪怕他只是在打工。他加班不是因为老板打他，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优秀、不够努力，这叫自我剥削。这种剥削可以说比奴隶主更加高效，因为奴隶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，而他认为自己始终是自由的。结果就是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，而他自己却把自己逼成了抑郁症。
看着这份档案，我感到深深的悲伤，因为我知道仅仅几年之后 AI 就会大爆发，这些狗屁工作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些把青春耗在 PPT 和 Excel 表里的人，突然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。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2026年观看我的节目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工作不代表你的价值，不要在那些注定会被删除的数据库里寻找意义。如果我能够给到2026年的人类一些建议，我想说的是，从今天起，试着把一部分自己的生物算力完全的留给自己，去创造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情，比如说不开心的时候去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愤怒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展开歇斯底里不计后果的追求，认可自己每一次想做一件事的冲动，又或者是在阳光最明媚的时候给自己放一天假，让自己好好去享受一次那个毫无意义、毫无目的的日光大餐。在星际时代，我们衡量一个古人类的价值，不是看他敲了多少行代码，而是看他在那个被异化的年代里保留了多少人应该有的特质。我是老鬼，拒绝异化，保持野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